各位朋友，大家好，是我你們的主播台灣爾南。今天這個影片有點特別啊，因為我不是在自己平常熟悉的地方錄影啊，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因為今天是我老婆生日，我們出來玩啦。但是就算是這樣子，小弟我還是使命必達，一定要給大家錄這一集測試服的影片，好不好？那也因為是在外面的關係，所以並不是我平常慣用的麥克風，錄音的音質可能會有一點點怪怪的，請各位見諒。好啦，那麼回歸正題，今天要幫各位開箱的角色就是我們的 Chris Rondo 啦，不是，是 Roger Paul。好啦，不鬧了，是 Chris Paul 啦，沒錯，就是 Chris Paul， 沒有錯。Chris Paul 沒有錯 man. Who? You went Chris Paul? Nah, who are you? Oh, you went Chris? Oh, you went first? 那 Rondo 其實都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名球員，他在以前打球的時候就是以他的高球商聞名哦。你可以看到在這個畫面當中展示的這一幕。這一幕是他在某一場比賽當中啊，他已經提前洞悉了對面球隊的戰術，所以那個時候他就叫 Cousins 提前先跑位到那個點，因為他知道那邊一定有人會在那裡出手三分。然後被指揮過去的那個 Cousins 還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他就說哦好，那我就過去。結果還真的就被他破解了戰術哦。所以你可以稱他是 NBA 當中的最強大腦，那是一點都沒有問題的。好了，關於他以前的一些小故事，我們就不特別介紹了，我們就直接來看這個角色他在測試服裡面的一些表現吧。嗨，不過還是老話一句哦，今天這部影片的所有內容都是測試伺服器的內容，絕非正式上線的效果，還請各位特別注意，好嗎？那麼影片開始。難開高熱，爽就站起來啦！點進來看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裝置是移動裝置版本的，別忘了在下方幫我熱推一下，讓更多人都可以看到這部影片哦。好的，我們首先來看到這名球員的立繪跟模組哦，他的模組就把他那個感覺好像營養不良的那個樣子完美的呈現出來了。不過他的立繪是真的不太像哦。屬性的部分全部拔掉的話，三分是103哦，但他應該是所有控位裡面三分算最低的控位了吧？雖然他的三分數值非常的低，但是他可以用他的徽章還有本身的一些天賦的數值疊加來補足他三分不足的部分。整體來說，其實並不像他的三分數值看起來這麼低。拿他來跟他的知心好友 Chris Paul 來對比一下，你可以發現他在進攻方面的数值幾乎都是被碾壓到爆的。然後籃板給到這個加23的，我真的不知道給這籃板到底有啥用誒。把他拿來跟基德這個球員來做對比的話，應該會稍微比較類似一點哦。都是比較更偏2號位一點的控位啊，進攻方面的數值除了3分以外都是高於基德的。好啦，妹妹先安靜，等等爸爸在錄音，拜托你。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說明吧。好，首先我們看到他的大招叫做壓制撲斷，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動畫，哇，很帥啊，他就直接衝過去把球撲走。他現實當中有這樣子去撲球把對方的球搶斷過嗎？然後這個基本上就跟負值一樣是同款的哦，就是會遠距離衝過去，然後直接把球搶斷的技能了。如果你這一球沒有成功搶斷的話，它會直接返還給你400的士氣值，並且還會根據它的被動技能弱者標記，也會影響這個大招它的士氣值消耗。這個我們等等後面會跟各位提到。好，再來它的被動技能弱者標記哦，它只要每干擾或蓋帽成功之後，它就会為目標添加1層弱者標記，並且它如果在得分之後，對位人也會添加1層弱者標記。如果最近的對手不為對位人的話，最近的對手也會添加1層弱者標記。所以它的標記是可以給到複數的對手的，它會像這樣子，身上出現一個綠色的這個標記。對手的弱者標記只要達到3層之後呢，假設對手如果得了分，就會減少自己的1層弱者標記。然後他在防守回合的時候，如果他保持在持球人的2.5米內持續2.3秒，為什麼這數字是怎麼來的？他就會將這個球員鎖定。那鎖定過程中，對手會減少持球移動的速度，那就等於說是逼着對方趕快把球傳出去的意思啦。然後另外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的被動技能當中還給到了一個叫做龍中鋒的技能哦，就是讓這個後衛來搶籃板。我覺得蠻瞎的，除了籃板範圍增加之外，籃板競爭值也會增加，並且他也有着一手搶到籃板馬上把球傳出去的技能。好，再來我們來看到他的突破技能神速運球。如果你在沒有按下任何方向鍵的時候，它就會是往前突破的動作。那如果你有扣左右方向鍵，它就會像這樣子往左右去做突破。那左右突破的話，最多是可以到2段，這就沒有什麼太特別的突破技能。好，再來是他的終結技能
大手終結啦。這個技能就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動作模組了。然後它的2點也很奇妙，它的2點是在上藍鍵按下之後呢，按下投籃鍵，它就有一個有點像 Jaylen Brown 同款的2點投籃的那個動作。來，有沒有像這樣2點投籃的動作？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是，如果你在使用這個專屬投籃動作的時候，你的干擾區內如果有一個對手是擁有3層弱者標記的對手的話，它是直接沒有干擾的哦。我覺得這蠻屌的。然後他在使用這個專屬上籃的時候，它可以減少 1.5 米範圍內所有擁有弱者標記的对手的無球移動速度哦。它的上籃跟投籃都是可以直接銜接傳球技能的。好，再來就是這個角色最核心的技能啦，高維傳球。他如果向控衛隊友傳球的時候，大幅增加傳球速度與安全傳球距離。所以各位要注意哦，如果你是向控卫隊友傳球的话，才会有這個 buff 哦。如果隊友非控衛的話，是有可能會爆傳的哦。然後如果接球的人是小前鋒、得分後衛或控球後衛，且自身的控衛3分命中率較低，該次傳球會將接球人的控衛3分命中率在3秒內提升到合格水平。這三小，什麼叫做合格水平？哇，這個很抽象啊。意思就是說，如果這個小前鋒或分衛或控衛，他的3分數值比較低的話，他會強制提升他的3分命中率嗎？然後如果接球的人是中鋒或大前鋒的話呢，該次傳球會小幅增加該接球人3秒內傳球的安全傳球距離哦，所以如果他要回傳的話，也不用怕爆傳的意思嘛。然後同樣的，把3分命中率提升到合格水平。不過他下面這邊有個但書哦，他說中鋒和大前鋒的控衛3分命中率合格水平，和小前鋒、得分後衛或控球後衛的控衛3分命中率的合格水平存在一定差異。哇靠，他給了一個超抽象的又很新的名詞，叫做合格水平。什麼叫做合格水平？然後這個傳球的動作特別帥哦，而且它所有的傳球都是帶有這種加速的綠色的線的特效，尤其這個背後傳球，有沒有蠻帥的，對不對？但是這個傳球會不會感覺前面有個前搖？我覺得有點麻煩。你看，像他突破這一拍的傳球，他會有一個再走2步再把球分出去，這個很多時候可能就稍微有點慢了哦。好，再來这個技能博智無憾，說明這邊很長一串哦。其實簡單來說，就是他在用完加速之後，他可以再用一個 dash， 那這個 dash 的技能出去之後呢，就會觸發這個衝刺攔截。那後面這邊就是一些針對他的 CD 的說明啦，大家看過就可以了。防守回合對方發球的時候呢，博智無憾衝刺可以直接使用哦，所以他是有可能在開球的時候就直接把球攔截下來的。好，最後一個就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就是一個超級的技能。那並且如果對方的弱者標記層數增加的話呢，它的搶斷成功率也會增加。好，所以我們可以簡單理解一下這個角色它的特性，它是一個以搶斷為主的2號位。但是就是這個高維傳球，它的說明有一點曖昧，是說合格水平到底是什麼？這個必須要在實戰當中測試才會知道了。再來徽章的部分呢，第一個徽章目前看來應該是最重要的。不過我覺得高幾率這個徽章之後會被放到第3個徽章哦。如果它真的放在第1個徽章，那就真的蠻佛心的。在這個對局當中呢，每存在1層弱者標記，它的中投和3分命中率都會加2%。那控衛3分命中額外加3%，然後還會附帶縮圈3%。如果你成功讓對面的3個人都上滿弱者標記，也就是最多9層的話呢，那麼你的中投可以加到 18%，3分命中率則是 18%，再加上 27%，總共 45% 的加成。受干擾範圍還減了 27%，哇操，這超扯啊！這個是真的還假的啊？你幹嘛不直接給他加100%就好了？那第一個花式給到的是一個轉體投籃，那第2個徽章就是一個過渡徽章，各位看過就行了。第2個花式給到了虛晃反手上籃，這個是他的專屬的一個上籃動作，挺帥的，我們等等來看。然後第3個徽章跟第1個徽章比起來就比較一般了，也是一個疊加類型的被動哦。那最後就給到了一個背身側投的花式3分。夥伴的部分則是傳球、搶斷和上籃，那他肯定是帶搶斷沒有問題的哦。所以你看哦，剛才我們前面講到他的1徽章有多強，對不對？
再加上更前面我們跟各位提到的，它只要在有3層弱者標記的狀況下呢，它可以無視干擾區內的對手的干擾。這個已經不是說不說圈的問題了，這個是你沒辦法干擾它，你只能蓋它啊，這真的超離譜啊！所以你看它的進攻雖然簡單，但是這一些 buff 全部疊加起來，哇操！我覺得這個角色直接飛天，我真的不開玩笑。好，接下來就讓我們來進練習場，來看一下這個角色的一些進攻技能吧。那其實這個角色的進攻技能就非常的单純哦。突破的話，就是如果沒帶方向鍵，我按一下它就往前突破，然後可以直接銜接上籃。那這個往前突破呢，我估計是超級容易被撞平的啦，所以沒什麼事不要用。如果扣方向鍵的話，它就可以往左或往右來突破，並且是有2段突破的。那你可不可以往右再往前呢？很抱歉，是不行的。虽然突破是不能先往左右再往前，但是可以先往前再往左右。好，再是它的这個終結技能啊，只要你在終結的時候按下投籃鍵，它會有這個2點的投籃效果。那我也幫各位測試過了，它的2點投籃也是可以去做分球的，而且這個動作特別帥，有沒有？投籃也可以去做分球，而且我所有的分球都是帶有這種綠色的線條的特效哦，也速度挺快的。好，那給大家看一下所謂的這個無視干擾是怎麼一回事哦。大家都知道這個 Dillon Brooks 的干擾區很大嘛，對不對？那我這邊呢一樣開了困難對手哦，讓他更貼近我一點。好，那他只要使出他的專屬投籃動作呢，就是無視干擾哦。那所謂的無視干擾就像這樣啊，比如說我突破出去之後，對不對？我突破一段，你看他明明就踩在我的干擾區上面，但是我完全不屌他。所以你只要看到對手的身上有這個3個記號，1、2、3，有沒有？你就知道了，我就是頂爛他就對了，超級舒服。那這個不只是我突破後的投籃，我接球速投也沒有問題哦，也都一樣，完全無視干擾，超級離譜啊！還有一種呢，就是上籃之後的這個2點投籃，它也算是沒有干擾的，但是這個通常呢就是進去受帽的啦，所以不建議大家用哦，直接用接球速投或者是突破後的投籃就可以了。好，再就是我在我所有的突破當中，我都可以像這樣子去銜接傳球，不過就像我剛才前面說的，它的突破中的傳球呢，就會有這種稍微有一點點前搖的這個動作特效，雖然是很帥，但是拖這一拍就不知道會不會有的時候被對方已經踩到空位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傳球距離有多誇張哦，就是只要我的隊友是空位的情況下呢，我的傳球就是可以直接拉到超級遠、超離譜哦。那我已經測試過了，對角線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哦。哇，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到這個角色，我腦中已經是滿滿的搞耍想法了。好，那他的進攻呢，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了，非常的簡單易懂啊。然後這個投籃搶到籃板也會有這個傳球的效果，然後大招就是一個複製同款衝刺搶斷的技能。雖然說是複製同款，但是這個大招呢很屌，屌在什麼地方呢？給大家看一下。比如說呢，我今天要用它來防守 Harden 的後撤步投籃，一後撤我就直接把球掰下來，或者是老皮的整理終結一樣啊，亞歷山大的大招一樣，想要對抗我。可以掰下來，沒問題。我靠，這真的很屌欸！後撤霸走跳投一樣。OK， 你只要想後撤，我就把你球直接掰下來。那再來呢，看看我們這一次的苦主 Edwards 怎麼樣呢？愛德華茲可以說是最近最可憐的一個1號位了。OK， 後撤是吧？沒問題，直接掰下來。哇靠，這真的是很扯啊！這大招太猛了吧！好了，所以目前看下來呢，這個角色他的進攻雖然非常簡單，但是卻很有效，跟 Rondo 這個人在 NBA 的定位是非常類似的。那防守部分呢，更不用說了，他本身有超級多的跑速加成之外，他的大招又特別噁心，可以斷掉一堆角色的出招。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如果真的就這樣子走出來了，這個角色他絕對會是一個非常好玩的角色。不過我們說了那麼多，好像還有一個東西沒有測試，對不对？沒有錯，就是所謂的合格水平到底是什麼呢？事不宜遲，我們馬上拿2個3分超級不準的大前鋒來測試看看，所謂的合格水平大概是怎麼一回事。
好了，虽然我们实测下来呢，这個合格水平大概是4中1或3中1的水平啊，但這個水平呢，實際上場呢還是挺可憐的啦。偶爾拿來搞耍做做精華還可以，但是真的要打比賽，我認為應該不太行哦。不過在他的技能說明裡面還是有提到說，中鋒、大前鋒的控衛3分命中率合格水平與小前鋒、得分後衛和控球後衛的合格水平存在一定差異。那我想呢，小前鋒、分衛、控衛的控衛3分命中率可能合格水平是大概2中1啦。好啦，總結一下，這個角色目前這樣玩下來呢，我認為他絕對會是一支非常強勢的角色。在現在這個相對平衡的版本當中呢，又給了得分手一門新的功課。哇，我已經開始期待這個角色的到來了。雖然是這樣說啦，不過我還是認為弱者標記疊滿3層，直接無視干擾這一點有點太過離譜了。我覺得到時候正式服推出的時候，可能會把它改成是隨着弱者標記的層數來降低自己的干擾區域啦。那麼就感謝各位收看這一次的 Chris Paul 的開箱啦。好啦，最後一次還是把名字念對好了，Rajon Rondo 的開箱啦。我是台灣男，我們下部影片見，大家拜。